盘点新能源汽车麋鹿测试排名，排名第一的你绝对想不到，没想到韩系新能源车在麋鹿测试中比保时捷 Taycan 还快。宝马新能源麋鹿测试刷新你的认知。首先，第一个测试的是奥迪 RS e-tron GT， 时速75公里，在舒适模式下 ，e-tron GT 进入 B 区时碰到了第一个桩桶，在驶离 B 区的时候，车身出现了明显的甩尾 ，ESP 介入后及时稳定住了车身，将驾驶模式切换为运动模式后。e-tron GT 成功通过75公里麋鹿测试，接着挑战时速77公里。e-tron GT 在进入 B 区时同样撞到了第一个桩桶，同时车身边缘离 C 区的桩桶已经非常接近了。接着我们将车身靠近 B 区边缘开，结果就是连 C 区都进不去。接着是保时捷 Taycan 74公里的麋鹿测试，作为一辆豪华品牌来说，这个74公里还是没有丝毫难度的。然而，当我们把时速提高到77公里时 ，Taycan 出现了转向不足，不过庆幸还有点挽救的机会，非常惊险地通过了 C 区。紧接着是特斯拉 Model Y 73公里测试，不得不说特斯拉的操控还是很好的，73公里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任何难度，整个过程没有出现转向不足的现象。下面直接测试83公里。在 B 区进入 C 区时，特斯拉出现了转向不足，不过并没有影响到车辆进入 C 区，非常惊险地通过了测试。怪不得这车毛坯房一样的内饰也有那么多人买，看来消费者也不傻。在84公里之后 ，Model Y 就变得非常极限了，进入 B 区撞到第一个桩桶，推头现象变得愈发明显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吉利跟沃尔沃共同拥有的极星2。极星2可以说在74公里时，整辆车还是非常容易操控的，车身姿态控制得非常好。然而我们将时速提升至77公里之后，极星2出现了明显的转向不足，车身直接碰倒 B 区两个桩桶。虽然没能通过测试，但车手表示极星2的车尾随动性非常好，大幅度拐弯几乎没有任何打滑。紧接着是起亚的 EV6，EV6 在78公里的麋鹿测试时表现得非常从容，仅在 B 区时出现了轻微推头现象。将车速提高至79公里 ，EV6 的转向虽然非常灵敏，但产生的推头现象还是不可避免地撞向了 C 区边缘。下一辆是宝马 i4，i4 首先挑战的是73公里，这车的悬架调教偏软，操控反而不如前面的特斯拉 Model Y。接下来是75公里，宝马 i4 出现了转向不足跟车身侧滑，进入 C 区时撞到了第一个桩桶。接着是77公里时速，车手以非常极限的操作通过了 A 区跟 B 区，最终在 C 区时宝马 i4 还是侧滑了出去。最后一辆是特斯拉 Model 3，上来直接挑战83公里，可以说特斯拉的转向非常清晰，基本是指拿打了。83公里虽然已经接近边缘位置，但 Model 3的姿态还是非常流畅的。再来看一下时速85公里 ，Model 3为了进入到 B 区撞到了第一个桩桶，转向不足出现，又撞到一个。再来试试88公里，几乎跟85公里一样，能在这个时速还能保持如此好的操控性，也没有出现失控等车轮离地现象，不得不说特斯拉的底盘还是有两下子的。